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玩家评测，我是程远。我们现在是在三星 Galaxy Note 9的体验的现场，然后我手里面的这一款呢，就是最新发布的蓝色的，然后黄色的笔的 Note 9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实际的上手体验。看一下我们。从2011年定义手写笔加大屏产品理念，到2012年支持多窗口，2014年首发曲面屏，2017年双光学防抖双摄方案，一直以来 Note 系列都在保持自身特点的基础上，同时担当尝鲜三星黑科技的角色。Note 9采用全视曲面屏 Super AMOLED 的材质，屏幕尺寸 6.4 英寸，分辨率为2960×1440，单位像素密度516 ppi。从参数和美学上看，这块屏幕依然是最顶级的智能手机视觉体验，没有之一。不过，在目前屏幕尺寸普遍超越6英寸的趋势下 ，Note 系列所带来的大屏震撼感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强烈。机身背面玻璃弧度与双曲面屏幕一致，从而保持前后对称的握持手感。双摄模组凸起程度不高，基本可以说是抹平。镜头盖板以及保护圈的颜色也与机身颜色统一。中间镜头的开孔要大一些，应该是可变光圈主摄所在位置。后置指纹模块跟双摄模组完全分离，进一步降低了手指摸花镜片的概率。整个机身背面还是相对简洁的，虽然没有类似极光的渐变色处理，但玻璃材质会折射出明暗变化的光线。缺点是裸奔使用的话，需要不定期清理指印油污。微型三明治结构金属中框，与前后玻璃相接处进行高光切割，夹层则与 S9 一样采用哑光表面处理。底部布局仍旧无序 ，S Pen 插槽、扬声器麦开孔、Type-C 充电数据接口、3.5毫米耳机孔都没有完全基于中轴线对称。虽然有这么多开孔存在，但 Note 9还是可以做到 IP68 级防尘防水。根据三星官方数据 ，Note 9机身三围161.9×76.4×8.8毫米，重量201克。对于一款4000毫安时电池的机型来说，8.8毫米的厚度算是控制的不错，整机也没有锁半斤那么锻炼臂力。配色方面新增全镜头，除了寒霜蓝的 S Pen 采用黄蓝撞色设计，其余均与机身颜色一致。国行版本具体配色信息需要等到8月15日上海发布会时才能最终确定。主观来讲，即使面对非刘海真全面屏，带额头下巴的三星 Note 9正面颜值仍然不需任何友商。Note 9在处理器选择上还是上半年的双旗舰路线，自家 Exynos 9810或者高通骁龙845，两者均为10纳米工艺制成。比较良心的是内存方面，4GB RAM 标配忠诚历史。Note 9提供6+128起步以及8+512顶配2个版本，另外还支持512GB TF 卡扩展，理论上最高可达1TB 存储空间。由于时间限制，无法在现场进行跑分测试，但845+8+512是什么水平，大家都心里有数。散热方面新增热管液冷系统，这也是 DeX 模式可以实现单线连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天线方面采用4×4 MIMO 方案 ，LTE Cat 18基带最高可达 1.2GB/s 的网络速率，支持蓝牙 V5.0 版本、NFC 机场通讯、3仓配，这些该有的都有。Note 9内置4000毫安时容量电池，相比前代 Note 8提升21%，官方宣称可以带来全天候的高性能续航体验。我们将在拿到评测机后进行充电曲线以及半小时续航测试。三星在拍照技术方面比较硬核思维，并没有过多套用 AI 概念，只是冠以智能拍照 Intelligent Camera。Note 9镜头与双摄 S9 Plus 同款，主摄1200万像素 f1.5 2.4可变光圈，副摄1200万像素 f2.4 光圈，均支持 OIS 光学防抖。前置800万像素 f1.7 光圈。Note 9能够识别20种智能场景，支持瑕疵侦测功能，例如闭眼提醒重拍。960帧每秒凝视拍摄可能还是只有 0.2 秒，之前有传言说提升至 0.4 秒，这点需要后续再确认。另外，算法稳定性有所增强，例如暗光下多帧降噪以及后期手动背景虚化调节。说了这么多，拍照相关都是纸上谈兵，具体成像表现还是等拿到评测机后的样张对比分析吧。
S Pen 是三星 Note 系列的灵魂所在，支持蓝牙后的手写笔更是堪称点精致笔。笔杆按键可以像遥控器一样单击或者双击，最远操作距离10米范围。例如会议 Keynote 页面切换，单击下一张，双击返回上一张。浏览相册也是同样的交互逻辑，观看视频时单击暂停播放，双击跳转到下一个视频。长按打开后置镜头，单击快门，双击切换前置镜头。S Pen 内置超低功耗蓝牙芯片，据称插入30秒即可充满，提供4小时拔出状态续航。这点我们也会在之后的长特中给出实测数据。不过我印象中没在笔杆上发现明显正负极触点。三星表示会开源 SDK 平台，开发者可以自定义设计 S Pen 功能，也就是说未来会支持更多第三方应用，比如淘宝一键清空媳妇儿购物车。DeX 底座可扩展 PC 模式，一直是 Galaxy 旗舰系列一大卖点。Note 9无需底座，仅通过一根 USB-C to HDMI 转接线即可秒变电脑。之前底座除了提供更丰富的拓展接口，还起到一定辅助散热作用。新增的液冷系统解决了散热问题，至于键鼠输入可以通过蓝牙连接。另外 Note 9的屏幕还能设置为触摸板，在上面进行鼠标移动、单击、双击、双指拖拽等操作。最后我们还在 Note 9上提前体验了一把安卓版堡垒之夜，并且投屏到三星电视上进行游戏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几乎感受不到延迟。DeX 或者投屏本质上都是把移动设备端的性能拓展到更大的显示载体，这或许会成为未来智能手机使用场景的一个发展方向。通过三星的数据调研发现 ，Note 系列的复购率为 64%， 应用使用率高出 23%， 这些都与那根一直陪伴着大屏的手写笔息息相关。可以说 S Pen 才是三星用户选择 Note 系列的首要原因。特别是在大屏手机的边界已经被全面屏所模糊的今天，就更需要体现 S Pen 独特差异化优势的重要性。手写笔也是这次 Note 9最硬核的升级点，内置蓝牙代表 S Pen 开始具备独立性，未来还有更大想象空间。其他硬件技术条件 Galaxy S 系列会提前推进，何况三星还总是喜欢在 Note 系列上首发一些新玩意儿，例如开头提到的那些点，以及这次的8GB 顶配内存组合。那么剩下的事情就全看 S Pen 的表现了。